是沈翠珍发现端方身上的红疙瘩的，最先是在脸上，一脸。脱下衣服一看，沈翠珍慌了，端方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地方，全是密密麻麻的红疙瘩，一张皮简直就是一个马蜂窝，瘆人了。沈翠珍的头皮一阵发麻，额头上爆起了鸡皮疙瘩，以为端方得了什么疾病了。沈翠珍摸了摸儿子的额头，并不烫，问他哪里不舒服。端方不耐烦了，脸也红了，把母亲挡在了一边。没你的事。沈翠珍只能闭嘴，什么也不再说，什么也不再问了。寻思了一下，想起来了，这孩子差不多一夜都没有回来，看来是让蚊子咬的了。沈翠珍放心了，心里头也就有了底了。沈翠珍是过来的人，一个人被蚊子叮成这样了，他都能熬得住，他都不知道痒。答案只有一个，做贼了，不是偷鸡就是摸狗。和谁呢？沈翠珍一边喂猪一边想，心里头说不上是生气还是高兴，蛮矛盾的，蛮复杂的。按理说儿子有这般的能耐，当妈的倒是小瞧了他了。可是和谁呢？也没见着这孩子和哪个姑娘有来往啊。也就是三丫来过几趟，不会是三丫吧？不会的，端方再糊涂，算得清这笔账。沈翠珍费思量了，让村子里的姑娘在脑子里头排队，排了一遍，又排了一遍，没捋出什么头绪。怎么一点点的苗头都没有的呢？沈翠珍突然歪过了脑袋，不停地眨巴眼睛。等她把这几个月来的日子放在指头上搬过一遍，结论出来了：三丫，是三丫，只能是三丫，上了这个小狐狸精的当了。别看她那么老实，越是老实的丫头就越是有主张，是闷骚的那一类。老实的丫头要是媚劲上来了，胆子大的能吓你一个跟头，没几个男人能扛得住。沈翠珍直起腰来，对自己说：个小婊子，下手倒是快，3下5除2就得手了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，配不配？这么一想，沈翠珍冤枉了，自己吃了千般罪万般苦，好不容易把端方拉扯到这么大，眼睛一眨，居然给他弄跑了，都替他忙了。个丫头！沈翠珍动了肝火，顺手给猪圈里的小母猪一巴掌，嘴里头骂道：饿死鬼投的胎呀！儿子一定是上当了，一定的上当了，一定是中了小骚货的迷魂阵了。端方你糊涂啊，就算你想偷个腥解个馋，你也不能碰三丫啊。公狗上母狗的身，还知道先闻一闻呢，三丫你能碰吗？啊，躲都来不及，那是个毒蘑菇，是个瘟神，碰上它你要倒8辈子的霉，能碰吗？啊，不能，得叫过来问问。但是话到了嘴边，沈翠珍又咽了回去，急吼吼地拷问自己的儿子做什么。儿子是清白的，自己的儿子自己有数，端方一定是清白的，要找就找那个狐狸精。沈翠珍解开自己的围裙，拔腿就往外走，走到一半理出头绪来了。问什么？到三丫的家里看一眼就全清楚了。如果三丫的脸上没有特殊情况，那就不是她了，也免得冤枉了人家。如果是三丫，可别怪我沈翠珍不想成全你。
这么一想，沈翠珍的心里踏实多了。不过转一想，沈翠珍还是不放心了。万一呢？万一是的呢？还麻烦了。年轻人偷鸡摸狗这种事，你要是硬撮合，那真是小母狗配公牛，这边不下腰，那边不起蹄。反过来说，他一旦尝到了甜头，你想再拉住他，这个牛鼻子就不一定能拽得过来了。沈翠珍捋了捋头发，拽了拽上衣的下摆，走进了三丫家的天井。一般来说，沈翠珍是不到别人的家里串门的，更不用说到孔素珍的家里了。突然站在孔素珍的家门口，就有点事态重大的样子，容易使人想起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样的古话。孔素珍正坐在苦楝树的阴凉底下剥毛豆，一抬头看见沈翠珍站在天井的门口，已经猜出了8、9分。因为双方都明白，又都是做母亲的，所以客气的就有点过度，有了比较虚的成分，其实是拘谨了。两个女人都从对方的客气里产生了极其不好的预感，但是笑得太仓促，笑容一时也收不回去，只能挂在脸上。沈翠珍是假装路过才走进天井的，真的进了门，倒发现自己冒失了，许多话原来还是说不出口的。你总不能刚刚见了素贞的面，劈头就问素贞呐，我们家端方昨天夜里被蚊子咬了，你家三丫也被蚊子咬了吧？你喊出来让我看一看好不好？说不出口。要是细说起来，沈翠珍和孔素贞平日里的交道并不多，但孔素贞这个女人，沈翠珍是知道的，说话办事向来都讲究板眼，又识字，是懂得人情物理的人。虽说成分不好，村子里的人对她还是敬重的。沈翠珍对她当然也要高看3分。亲家可以不做，但屁只能放在自家的裤子里，不能喷到人家的脸上去。沈翠珍和孔素贞都坐在苦楝树的底下，双方都谦和得很，显然是没话找话。但是所有的话又都是绕着走的，反而像是回避。既然沈翠珍不肯首先把话题挑破了，孔素贞也就顺着杆子爬，和翠珍一起装糊涂。但是孔素贞嘴上糊涂，心里却不糊涂，知道了三丫昨天晚上会的是端方，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了。三丫啊，你心比天高，也不怕闪了脖子。心比天高不要紧，你不能身为下贱；身为下贱也不要紧，你就不能心比天高。两头都摊上，三丫，你的活路就掐死了。这么一想，孔素贞的心就沉到了醋缸底，有了说不出的酸。千不该万不该，他三丫不该生在这样的家里，苦了这孩子了。孔素贞想，还是把话挑破了吧，等着沈翠珍把这门亲事给退回来，伤了和气再其次，脸也就没地方放了。孔素贞说着话，脸上和嘴里都十分的周到，心里头却已是翻江倒海。素贞想，翠珍都是当妈的人，你也用不着急，你的意思我都懂。承蒙你和我说话的时候，脸上还带着7分笑，算是给了我脸面，我不会白让你跑这一趟。我不会答应三丫和你们家端方好的，这个主我还能做的。别说你不肯，
我也不肯，我们没那个命，我们讨不起这样的晦气。又扯了一会儿闲淡，孔素贞终于把话题绕到了红粉的身上去了。孔素贞装着想起了什么，笑起来说：翠贞呐，听说红粉冬天就要出嫁了，嫁得蛮远的，是不是这样？话题一扯到红粉，沈翠贞禁不住叹了一口气，说：是啊，瞎子磨刀，看见亮了。孔素贞诚心诚意地说：翠贞，你这个后妈也真是不容易。听见孔素贞说这样的话，沈翠贞总算找到了一个知音，伸出手去在孔素贞的膝盖上拍了2、3下。沈翠贞说：是啊，从小就听老人说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就是不懂这父母的心怎么就可怜的呢？不到了这一步，哪里晓得可怜见的，做父母的最操心的就是儿女的婚事了，就怕有什么闪失。孔素贞把话接过来，话中带话了，说：翠贞呐，还是你有眼光，要我说，女儿家就该嫁得远远的，越远越好，嫁远了反而亲，放在眼皮底下做什么？孔素贞说到这儿，沈翠贞就全明白了，心放下了，目光也让开了。人家素贞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她沈翠贞还听不明白，那可真是吃屎了。素贞，你的情我领了。沈翠贞眼眶子一热，反倒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想再说几句，实在又找不出合适的话，胸口里头反而涌上了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心里想，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，好人，好人呐！要不是成分不好，这样的亲家母打着灯笼也找不到。沈翠贞清了清嗓子说：大妹子，到时候一定来吃红粉的喜酒。就打算离开了。沈翠贞刚走到门口，孔素贞想了想，说：大妹子，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。沈翠贞听得出来，孔素贞这是让她保密了。这个沈翠贞当然知道，又不是什么光芒万丈的事，还说她做什么？沈翠贞答应了，说：不说了，到时候来吃红粉的喜酒。沈翠贞从孔素贞的那里得到了承诺，走了，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只是早早预约了一个吃喜酒的客人。其实是有了收获，放心了。孔素贞说话向来算数，说一句顶一句，这一点沈翠贞是知道的。沈翠贞最敬重素贞的，其实正是这个地方。有些人说话一句顶10句，顶100句，顶1000句，又是电闪又是雷鸣，牛气哄哄，其实是放屁，熏了耳朵还能再熏鼻子。素贞就不一样了，丁是丁，卯是卯，一字一句都红口白牙。这么一想，沈翠贞反倒有些心酸了，有了说不出的愧疚，觉得自己对不起人了。脚板底下格外的快，3步2步就离开了。孔素贞一个人枯坐在天井里，就那么望着地上的毛豆壳，点上了旱烟锅，很深地吸了一大口。想起这些日子，自己的女儿又是剪又是缝，又是照镜子，又是拿肥皂咯吱咯吱地搓，真有点欲哭无泪。三丫，我苦命的孩子，你枉费心机了你。孔素贞灭了烟锅，来到了东厢房，
三丫还躺在床上，背对着床沿，她的眼睛睁在那儿，睫毛一眨一眨的，看得出是在回味她的心事，正做着睁眼梦呢。孔素贞静静地扶住床框，坐下来，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，鼻子却已经酸了，只能伸出手去拍了拍三丫的屁股。三丫，素贞说，你起来。三丫的那头没有一点动静，孔素贞又在三丫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，说，妈和你说说话。三丫就是不愿意回头，她一脸的红疙瘩，怎么见人？她不愿意让人看见，哪怕是自己的亲妈。孔素贞吸了一回鼻子，说，三丫，妈和你说说话，听见没有？三丫说，不要烦我。孔素贞说，三丫，你要是不愿意，你就当没你这个妈，就拿我当一回姐。听我说一句。这句话三丫不能不听了，只能转过身来，一脸的红疙瘩就那么呈现在孔素贞的眼皮子底下。孔素贞闭上眼睛，侧过了下巴。孔素贞把三丫的手拿过来，放在手掌心里，反反复复地搓，说不出话，终了还是直截了当把话挑明了。孔素贞对着女儿的手说，三丫，听我一句话，不要和端方好。三丫的胳膊颤了一下，缩回去了。三丫再也没有料到母亲一开口就说出了她的秘密，满脸都涨得通红，两颗眼珠子闪闪发亮，到处躲，极度的恐慌。孔素贞瞥了一眼，心里说，天杀的，是真的了。心里禁不住念佛，没敢看第二眼，心口像是被什么捅了。孔素贞说，三丫，不要和端方好。三丫沉默了半天，知道瞒不过去，最终抬起了眼睛，盯住了自己的母亲，说，我不。孔素贞央求说，不要和端方好。为什么？端方哪里不好？孔素贞说，端方好。那为什么？那为什么？你说那为什么？这丫头真是昏了头了。孔素贞还能说什么？孔素贞说，丫头，你起来，你看看窗外的河，再看看河里的浪。这句话差远了，他和端方的事怎么会扯到河里去？怎么会扯到浪上去？三丫头没有抬，孔素贞却说话了。孔素贞伸出一只指头，指着三丫说，三丫，听我说，自打我嫁到王家庄的那一天起，这条河就在这里了。河里的浪天天在往岸上爬，我没看见一条浪爬到岸上来。你问我为什么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端方在岸上，你在水里，知道吗？你在水里。三丫紧紧地盯着她的母亲，一动不动。丫头，你还不明白？我不，我求求你了。三丫一屁股坐了起来，说，我不。孔素贞豁出去了，大声说，三丫，你可不知道这里头的苦，到时候你就来不及了。三丫闷了半天，也豁出去了，没头没脑地说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来得及，听我的话，来得及的。三丫的心一横，说，我已经是他的人了。什么时候？昨天夜里。
这一回满脸涨得通红的不是三丫，而是孔素贞。孔素贞的脸立刻涨红了，慢慢又青紫了。孔素贞扬起巴掌，一股脑就要抽下去，只抽了一半，却狠叨叨地落在了自己的脸上。孔素贞说：“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菩萨，菩萨，你开开眼，你救救我的女儿。”孔素贞突然站起身，手指头直挺挺地顶住了女儿下作的鼻尖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咬牙切齿了。孔素贞用鼻孔里的风说：“丫头，你再不夹得紧紧的，看我撕烂了你！”三丫和端方睡过了，孔素贞出格的心痛。孔素贞了解自己的女儿，这丫头死心眼儿，只要被谁睡了就铁了心了，认准了睡她的男人将是她终身的依托。要是落了空，即使再嫁人，心里头也要为这个男人守一辈子的寡，再也别想拐得过弯来。孔素贞真正揪心的正是这个地方。还有一点也是孔素贞不能不担心的，女孩子家不管熬到多大的岁数，只要没被男人碰过，再骚也骚不到哪里去。睡过了，尝到了甜头，那就坏了。大白天孔素贞并不担心，担心的是晚上。别看这丫头大白天四平八稳的，她会装得出来，也装得像。到了晚上，一旦不想装了，她的疯劲儿和骚劲儿就全都上来了。疯劲儿和骚劲儿一上来，没有三丫做不出的事情。难就难在深夜，孔素贞抱起她的枕头睡到三丫的这边来了。两个人不说一句话，躺在草席上，其实都难眠了，却装着睡得很香。为了有效地看住三丫，孔素贞让三丫睡在里口，而自己则睡在外沿。某种意义上说，三丫其实是睡在母亲的怀里了。要是细细地推算起来，自从三丫学会走路之后，母女两个就再也没有在一张床上睡过了。现在倒好，又活回去了。在漆黑的夜里，孔素贞时常会产生一丝错觉，认定了三丫还是一个吃奶的孩子。小时候的三丫是一个多么招人怜爱的孩子，每一次吃奶都吼巴巴的，解纽扣稍慢一步都来不及。张大了嘴巴，小脑袋直晃，一口叼住了，鼻子里还呼噜呼噜的。吃完了也不撒手，直到一头的汗，衔着孔素贞的奶头就睡着了。睡着了就睡着了吧，还一脸的不买账，一副白吃白喝的干部模样，豪迈死了，霸道死了，真是死样子。这样的回忆让孔素贞心碎，想想三丫的年纪，想想三丫的婚姻，再想想三丫眼前的处境，孔素贞就忍不住伸出手去，用心地抚摸女儿的后背。然而这样的举动在三丫的那一边绝对是不讨好的。三丫认定了母亲是在查她的岗，没安什么好心。三丫抓起母亲的手腕，不声不响地把母亲的胳膊挪到了一边。孔素贞算是看见了他们这一对母女的命脉了，是前世的冤家。冤家呀！是的，难就难在深夜。一到了深夜，三丫特别的思念端方，想他，不光是心里想，身子也在想。
三丫想忍，身子却很不听话，倔强了，就好像身子的内部有了一头小母牛，为了一根草，完全不会顾惜鼻子上的那块肉。三丫悄悄伸出手去，抚住了自己的奶子，轻轻地、仔细地、全心全意地搓。奶头即刻就翘起来了，硬硬的，想要什么呢？说不上来，是一种盲目的执拗的要。这样的滋味真的叫人绝望，他是那样的切肤，却又是那样的遥不可及。他热烈凶猛，却空洞的厉害，你愈是努力，你就愈是虚妄。失之毫厘，却谬以千里。三丫在黑暗当中张开了嘴巴，她在喘息，她的喘息有点吃力了，腹部的起伏也有了难以忍耐的态势，而两条腿也不安稳了，十分秘密的扭动，不知道是岔开来好，还是夹紧了好，没主意了，僵硬而又蓬勃。孔素贞念了一声佛，突然起来了，点上了煤油灯，煤油灯的灯芯像一个小小的黄豆瓣，微弱得很，却照亮了三丫的脸。三丫的瞳孔迸发出奇异的光芒，咄咄逼人。三丫只看了母亲一眼，眼珠子立即让开了，上眼皮也垂了下去，睫毛挂在那儿。孔素贞一把抓过三丫的手腕，说：丫头，妈带你到一个地方去。三丫不知道母亲在说什么，脱口问：带我到哪儿？孔素贞却笑了，说：一个所有人都想去的地方。母亲拉着三丫走出了堂屋，一直走到调台的边上。孔素贞搁下油灯，随即从调台的正中央把神龛搬出来了。神龛里供着毛主席的石膏像，孔素贞用双手把毛主席请了出来，裹好了，挪到了一边。母亲看了女儿一眼，却又从神龛的背后抽去了一块木板。秘密出来了，木板的后背露出了一尊佛像。母亲变戏法似的对着佛像悄悄燃上了3炷香，插上了，拉着三丫退了下来。孔素贞搬出2张蒲团，示意女儿坐。三丫望着她的母亲，母亲陌生了，像换了一个人，微笑着，一脸的安定，一脸的慈祥。三丫警惕起来，说：你要干什么？母亲呼的一下熄了灯，坐在了蒲团上，盘好了，轻声说：丫头，听妈的话，闭上你的眼睛。母亲说：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。母亲说：那是一个干净的地方，一尘不染，到处都是金光，到处都是银光。你知道那里的大地是用什么铺起来的？是7样宝贝：金、银、琉璃、水晶、海贝、赤珠、玛瑙。那里的楼阁也是用金银、琉璃、水晶、海贝、赤珠、玛瑙装饰起来的。那里还有一个用7种宝贝修建起来的水池子，水清见底，池子里种满了莲花，莲花有轮子那么大，能发光。丫头，你看见了吗？还香，真是香啊！丫头，你闻见了吗？那地方还有许许多多的鸟，白鹤、孔雀、鹦鹉，还有一身2头的共命鸟，它们不停地唱，都是最好听的歌。丫头，你听见了吗？那地方不分白天黑夜，天天都下雨，雨珠子就是花瓣，那可是曼陀罗的花瓣呢。
到了那儿，一切烦恼就全都没有了。那是哪儿呢？那就是极乐世界。母亲说：丫头，我要带你去。母亲说：彼佛国土常作天乐，黄金为地，昼夜60，欲天曼陀罗花，其土众生常以清淡，各以衣革盛众妙花，供养他方10万亿佛。即以时还到本国，饭食经行，舍利佛，极乐国土，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三丫站了起来，轻声却无比严厉地说：孔素贞。母亲说：罪过，你怎么能打断我？我在诵经。三丫说：你搞封建迷信，我要到大队部告你去。母亲说：你是假的，我是假的，大队部是假的，王家庄也是假的，今天是假的，明天还是假的，只有佛才是真的。当然，孔素贞并不敢大意，当天夜里就把三丫锁起来了。